女人差点掉下万米高的铁塔。 好不容易被同伴救起，却发现唯一能下去的楼梯已经全部脱落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没有扶梯，该如何回到地面？他们想拨打救援电话，可由于太高，手机根本就没信号。于是怂姐编辑好短信发送出去，然后用绳子绑住手机往下放。可这个距离远远不够，怂姐只能抓住仅有的一节扶梯，尽可能的把手机放低一点。然而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尝试无果的怂姐再次回到平台，聪明的怂妹想到了另一个办法。 就是用鞋子作为缓冲，把手机塞进去扔到地面，地面肯定有信号。两人把袜子都塞进去还是不够，于是怂姐把自己的硅胶也塞了进去，接着他们就把鞋子扔了下去。然而他们低估了这种高度所带来的冲击力，手机最终还是碎成了渣。绝望之时，他们看到地上好像有一人一狗，两人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拼命呼救。可这么高的距离，下面怎么可能听得到？于是他们就把鞋子扔下去，吸引男人的注意。 男人虽然听到了动静，可环顾四周后又扔掉了鞋子。他也不会想到塔顶居然有人。顺着男人回去的方向，他们看到了一辆房车。焦急的怂妹准备发射唯一的信号弹求救，怂姐立马制止，因为白天发出去也无济于事。于是他们特意等到晚上发射了信号弹。耀眼的信号弹吸引了男人的注意，怂姐立刻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，不停地晃动。两个男人终于发现了塔顶的两人，但结果却不尽人意。见财起意的男人打破了他们的车窗，扔下他们把车开走了。希望变成了绝望，心灰意冷的两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。此时的他们已是口干舌燥、饥肠辘辘，而他们的物资却掉在了下面的大喇叭上。怂姐决定冒险去取背包，不然撑不了几天就会饿死。可安全绳的距离太短，就差一点点。于是怂姐解开绳子就跳了过去。虽然最后成功拿到了背包，可返回时却又够不到绳子。于是她取出了背包中的自拍杆，将自拍杆挂到了绳子的末端，接着纵身一跃。 有惊无险地抓住了背包，然后艰难地往上挪动，而怂妹就在上面拼命地拉。眼看终点已经近在咫尺，不料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怂妹胆战心惊地探出脑袋，还好怂姐抓住了绳子上的背包，怂妹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最后在两人的配合下，怂姐安全回到了平台。接着他们拿出了无人机，想要将求救信息送出去，可没想到无人机刚起飞就没电了，于是又立马召回。到了晚上，怂妹发现头顶的信号灯不停地闪烁，顿时想到了一个办法。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怂妹背着背包爬上了塔尖，她脱下衣服盖在信号灯上，取下灯泡，然后把插头插上去给无人机充电。怂妹为了充电，只能一直趴在上面，就这样从早上一直到中午，几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让她精疲力尽。可没想到这时还有秃鹫朝她攻击，关键时刻无人机终于充满电，而她已经双手颤抖到达了极限。回到平台也顾不上休息，立马就放出了无人机。充满电的无人机果然动力强劲，没过一会就在几公里外找到一家旅馆。可就在他们以为得救之时，意外却再一次发生。无人机被疾驰而来的卡车撞得粉身碎骨，近在咫尺的希望再次成为绝望。可这时怂姐又告诉怂妹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，原来在怂姐坠落下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而尸体就在下方的喇叭上，她拉上去的就只有一个背包，只是怂妹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恐惧和饥饿所带来的幻觉罢了。回到现实的怂妹痛哭流涕，在绝境之下痛失闺蜜，怂妹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。然而大自然可不会有一丝的怜悯，暴风雨即将来临，狂风掠过，使得塔尖不停地晃动，怂妹只能死死地抱住铁杆防止跌落，就这样艰苦地撑过了一晚。此时的她已经奄奄一息，而那只秃鹫似乎闻到了死亡的味道。